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乌军可以说是全线优势。随着美国和北约各国持续不断的军事援助，国内的武器更是数不胜数。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乌军武器最大的提供者并不是美国和北约，而是正在与之作战的俄罗斯。大兵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别着急，咱们一起来往下看一下。根据此前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，俄军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向外表示，乌军已经在赫尔松集结了大量的坦克部队，但是在俄军宣布已经摧毁了5200多辆乌军坦克、火炮和装甲车的情况下，乌军又是哪儿来的这么多优势坦克部队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有俄军这个运输大队长。根据美国《华尔街时报》的报道，从基辅外围战到现在，乌军已经缴获了俄军大量遗弃的坦克，里面还包含了步兵战车、装甲车、卡车和大炮。这些装备呢，都被涂去了 Z、V 和 O 字标志，转而涂上了乌军的十字架标志。仅仅9月份的哈尔科夫反击战中，乌军就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上百辆坦克装甲车，比如 T72B3、T80BV 坦克、动物园反炮兵雷达、道尔防空系统以及 BMP-2 步兵战车都在其中，还有就是 2S-19 型、2S-7 型、2S-1 型自行火炮，以及俄军最先进的 2S-19M2 式自行加榴炮。由于该武器造价昂贵，就连俄军本身也仅装备了几十门而已。另外，在乌军快速追击期间，俄军近卫第20集团军更是遗弃了大量重型武器和补给仓库。在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中，英国国防部向外表示，被乌军重新利用的俄军设备现在占乌军武器的很大一部分。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以来，乌军已经缴获了421辆俄军坦克，而西方捐赠的坦克呢，仅为320辆。此外，还有445辆步兵战车，西方捐赠是210辆；192辆装甲战车，西方捐赠为40辆。俄军在战争中损失的所有装备中，有30%到40%是被缴获或者遗弃的，保守估计有着超过6500件重要物品。这些数字呢，也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戏剧性证明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一支部队撤退时舍弃重型装备并没有什么，但是俄军的情况呢，却有着很大不同。在战斗开始没多久，便非常迅速地丢弃了他们的车辆和武器。原本应该是进攻的一方，现在反而一直在防守，这也导致了更多的设备正在被俄军遗弃。目前，乌克兰军工厂开始对这些俄军丢弃的重武器进行了维修，已经将数百辆俄制坦克装甲车辆和大炮交给了乌军。哈尔科夫的乌军第92机械化旅甚至已经装备了先进的 T90 坦克，众多乌军摩步旅也升级为了机械化步兵旅。例如，乌军喀尔巴阡部队副参谋长曾经说道，他们在伊久姆缴获了超过10辆 T80 坦克和5辆 2S5 型自行榴弹炮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部队的重火力打击能力。与此同时，乌军还夺取了北线俄军关键的补给中心库皮扬斯克，缴获了大量的苏制炮弹，暂时缓解了乌军缺乏弹药的难题。目前，乌军还在使用俄军遗弃的轻武器武装乌军的预备役部队。可以这样说，现今的俄军已经成为了军援乌克兰的榜一大哥。另外，在近期的进攻效率方面呢，根据乌克兰战争信息的透露消息，在9月份，乌军一共收复了10608平方公里的区域，而俄军在6、7、8、3个月总共才夺取了乌克兰2125平方公里区域，1个月的效率就达到了俄军3个月的5倍。目前，俄军最大的希望就是那30万动员兵，已经有20万开始进入到训练基地受训。不过，想要真正的可以投入战场，大概还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。而且，就算是预备役投入战场，能不能扭转战局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毕竟，现在俄军前线的正规军部队充斥着摸鱼躺平的失败主义情绪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感染这些预备役部队。大家不知道，而且比较搞笑的是，乌军的坦克优势并不都是缴获得到的，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俄军的直接出售，甚至是跳楼大甩卖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在赫尔松前线出现了俄军士兵向乌军出售武器的情况，并且都是明码标价。一辆市价200-300万美元的主战坦克卖5万美元，一辆装甲车售价2.5万美元，
一门火箭炮售价1.5万美元，一门榴弹炮售价1万美元，一辆装甲越野车更是只需5000美元。交易方式非常简单，先收货再付款。俄乌士兵会预先通过社交软件商量好，之后呢，俄军发起一次班级单位的巡逻或侦察，然后乌军突然出现，俄军随即丢弃装备，迅速撤退。乌军在确定装备可以正常使用之后，就会向俄军士兵预留的银行账号打款，双方诚信交易，童叟无欺，简直就是商业模范，以和平方式完成对俄军的去军事化。那么至于俄军士兵回去之后如何报告，这很简单，只需要声称遭遇乌军伏击，车辆又恰好出现技术故障或者受损。反正自从开战以来，俄军因技术故障而遗弃的车辆至少有数百辆，谁也不会关心这次是否真的出了故障，还是被故障。而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州州长也以5000美元买了一辆俄军虎式防弹越野车。此前赫尔松的情况是，俄军将领准备将第聂伯河西岸补给困难的俄军转入到河东岸，但是许多俄军呢却认为这是快要撤退了。再想到几个过河大桥都被乌军给炸废了，重武器根本无法过河，所以与其抛弃丢掉，还不如提前将其拿来换钱。虽然之后普京下达了死守赫尔松的命令，这些俄军还是要守住阵地，但是却也没有耽误俄军某些士兵私自倒卖武器的行为。其实早在车臣战争期间呢，就有俄军出售武器弹药给车臣反对派武装的情形。一般都是俄军这边呢包围了车臣武装，等车臣打光了弹药之后呢，就会派一个人用现金向俄军购买弹药，然后双方继续打。这操作太强了。不仅如此，俄军士兵近几年也时常出现偷卖武器弹药的情况。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，在2015到2020年期间，俄军遗失了高达28283件武器。此外呢，不仅是武器，在俄军当中，倒卖军装备服和军靴的情况也时常出现。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，俄军早期计划配置的单兵装备系统本该包含10音降噪耳机、6B50护目镜、VKBO 作战靴以及单兵电台等，但是大家看看入侵乌克兰的俄军，他们的装备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另外，要说俄军倒卖装备最厉害的时候，还得是上世纪90年代。当时驻扎在东德国的西部军群司令一帮人，他们回国之后呢，就将苏军最精锐的西部集群19个坦克师以及摩步师的武器装备大量出售给了国外军火商，基本都是轮船一船一船的从俄军军营拉走。另外有趣的是大兵这几天查阅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有俄罗斯议员表示，俄罗斯军队的150万套过冬军服竟然不翼而飞了。在10月2号，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、原南部军区副司令安德烈·古鲁列夫对外表示，储存在俄军仓库内的150万套过冬军服突然不知去向，没了半点踪影。之前呢，他还在接待中心的表单上，但是这次却突然蒸发了。要知道，这150万套军服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关系到俄军动员士兵在冬季作战的底气。没了冬装的俄军又该拿什么去打接下来的冬季战争呢？而这件事情也让大兵联想到了此前看到的一则俄罗斯的贷款广告，其广告大致意思呢是被征召入伍，没有发放任何东西怎么办？没有足够的钱买急救箱和防弹衣怎么办？来我这儿贷款吧，批准率高达98%，1小时内发钱。为此，俄国还提供了自带装备推荐购物清单，来帮助俄罗斯的新兵不要上当受骗。总结来说呢，近期俄军在各个战线上的失利，那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说不定在日后的俄乌战争当中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场景：乌克兰士兵穿着俄罗斯的军装，用着俄罗斯的武器，打着俄罗斯的士兵。